这些是我前2天买的 Vitamix 破壁机的一些配件。这个是一个那种小一点的榨汁杯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更小的杯子，可能比较适合用来做花生酱或者芝麻酱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刀片，这个是随行杯，这个就是随行杯，这个是这个随行杯的杯盖。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也是一种盖子吧。因为我买的那个破壁机，它原装的那个杯子太大了，榨的东西太少的话，它会有点转不动的感觉。就像我上次做韩式拌饭的那个酱一样，就是它那个东西都在底部，然后那个刀头打不到，对。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杯子。我之前一直是用这个小的榨汁杯的，但是这个不是特别好用，就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。就是这边给大家拔草一下啊。当然这个是我大概2年前买的了，我不知道现在它出新的有没有改良这些毛病。就是它这个橡胶圈特别容易发霉，就这里就已经发霉了。然后它是可以拆下来洗，但是拆下来洗干净之后呢，这个橡胶圈就会变松，然后就会变得更容易发霉，也挺搞笑的。然后而且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榨香蕉牛油果奶昔，那个奶昔是比较浓稠的，因为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清洗，所以我一般榨完都是立马放在清水下面冲一下。然后因为那个香蕉牛油果奶昔是比较浓稠的，就有的时候它会隐藏在这个刀片下面，然后就是可能冲不掉，然后我也注意不到。我后来才无意间发现，就是好多沉积物都在这个刀片底下，就变得好恶心啊，然后还很难清洁到。这个榨果汁的话呢，也不是很好喝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榨得特别的细腻，特别是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冷冻的莓果啊什么的，然后它那个冷冻的就没有办法完全打碎，就每次打完之后那个杯子的底部还是会有很多那种颗粒物。反正感觉榨出来的果汁也不是特别的好喝，所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然后买了这个配件。因为之前觉得稍微有一点贵，所以就没有买。这个榨汁机如果榨新鲜水果的话，效果也就那样吧。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在戴牙套嘛，然后用这个榨新鲜水果的话呢，确实没有那种什么硬硬的颗粒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就是会有很多像果蓉一样的吧，就挂在牙套上面，然后就是感觉挺难受的，就没有办法打得特别的细腻。我觉得还是有蛮多颗粒物的。对了，忘了说，这个榨汁机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缺点，就是它因为是充电的嘛，然后有的时候它也没有说有电量提示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没电了，就经常好几次我早上用的时候突然就没电了。特别搞笑的是它不能一边充电一边用，就特别讨厌。我真的是受够这个榨汁机了，所以就买了这个随行杯。这个会小一点，然后洗起来会比较方便。那个大的话洗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麻烦，但是主要是因为我那个厨房的水龙头它比较低，没有那么高，然后这个大杯子的话呢它就很大，然后它也蛮高的，所以就在水池洗的话不是特别的方便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切菜啊会用那个小的菜板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个水龙头太低了，然后大的菜板吧洗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，所以我一般会用小一点的那个菜板，清洗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。
这个苏打水我买回来才发现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的苏打水，就是它闻上去挺好闻的，但是喝起来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就不好喝。然后今天把它和这个菠萝放在一起榨汁喝。为什么我不直接把这个倒到这个菠萝果酱里呢？因为那个菠萝果酱我上次做的时候那个菠萝心没有去掉，然后它很硬。我前2天就把苏打水直接倒进去喝过一次，不是特别好喝，因为它那个菠萝心太硬了，就是用吸管喝的话也没有办法吸上来，所以今天把这个苏打水倒进去一起榨汁。别过了啊！大家吃饭吧。好，先吃饭。还可以啊，这是派和表现派的，您属于哪一派？哎呀，于总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，所以要不要来看38岁的吗？于老师估计现在很忙很紧张的，毕竟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。这个咸蛋黄虽然包装上面说是熟的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，
所以我打算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再烤一下。这个奶黄馅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炒到最后就变散了，就我的火也没有开得很大，我就开到3或者4，3到4之间吧，就蛮奇怪的。我打算把它先放到冷藏里面吧，不知道降温之后会不会再揉成团。我上次做的时候也没有变成这样，就好奇怪。
哪儿都是送他出征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也是在这里学步的。还是教授经验丰富。谢谢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。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咱不用纠结到底是在这里看还是出去看发生。我又做了一次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它又出了很多的油，就是感觉好像又要变成刚刚那个状态，然后赶紧把火关了。就它还是，没有成团，就感觉还是挺湿的样子。但是我在网上搜，好像说这样是炒过了的状态，我也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情况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先放到冰箱里面去。听说放冰箱冷藏1晚的话，第2天起来揉一揉，它那个油吸收了就还可以用，就只能先这样了。这个是我炒的第1份奶黄馅儿，就是变得非常的碎。然后我在那个食谱的评论里面看到有人说，把这个奶黄馅儿倒到榨汁机，或者反正就是拿那种可以榨汁的东西搅拌一下，就可以变得很均匀。我打算试一下，然后打算用这个手持的搅拌器来搅拌，因为我担心用打蛋器来搅拌的话，这个在盆里面它会飞的到处都是。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会稍微方便一点。我也有看到有人用榨汁机来弄的，好像也是一样可以的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榨汁机洗起来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就用这个了。好像这个有点太干了，不太好搅。我来试一下刚刚做的那个。现在这个是这样子的，边上都是油。这个看上去比刚刚好多了，看起来是有点用的。我现在把它转移出来。现在这个奶黄馅儿看上去好细腻啊，真的太感谢这个方法了，拯救了我的奶黄馅儿。流心馅儿只有这么点儿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
我这个面团现在感觉有点干，可能是那个蜂蜜含水量比较少吧，所以再加一点蜂蜜。我已经加了蛮多的蜂蜜了，它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感觉应该可以了吧？就是看起来像是有一点湿黏的状态了。虽然用了20克的饼皮，但是感觉还是挺难包的。我选了这3种花片。正好12个月饼，1个花片印4个月饼。这些是做完月饼和耳光炒饭剩下来的蛋黄，还剩下11个，我也不知道拿来做什么。然后再加上还有上次做铜锣烧剩下的这个豆沙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就把它们正好一起再做成蛋黄酥。
为我这个烤箱的温度呢不是特别的准确，所以我先两个的烤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其实应该用那个喷水壶喷上一些水，但是我的那个喷水壶可能因为搬家弄丢了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所以只能用手弄一下了。还好先拿2个试了一下，这2个就变得好胖啊，有一点点爆开了，可能温度有点太高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又试了2个，这一次我在那个月饼的侧面就是用手抹上了水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我缩短了烘烤的时间，没有像刚刚一样就是炸得很开，就还好。左边这个有点歪，好像是我一开始压的时候就出现的问题，不是烤的问题。前2个我烤了8分钟，然后这2个我是烤了大概6分钟左右，就还好，剩下的就都按照这个来吧。感觉好像底下的有一点焦，哦，好像拿起来后再看好像还行。这一下应该可以了，就是上面的纹路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觉得它没有炸开就已经很好了，所以就这样吧。本来还想找一个袋子装的，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只买了这种纸盒，没有买袋子，所以只能就这样拿着了。
不过我听说什么仙家精怪之类都有内丹精元，所有道行都凝聚在此。这个月饼是今天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我忘了加热了，所以中间没看到流心的效果。刚刚，然后我又拿去微波炉热了15秒，现在变得好软啊！等一下再吃吧。独家秘制的香蜜喂给道友了，虽说身残志坚是好样的，不过终究与常人有异啊。看在你年纪尚小，就生在这蛮荒之地，谢谢吧。前日有一只鸟破了水晶结界，你可曾见到？鸟？什么鸟啊？会飞带翅膀的，浑身烧作一团火。什么在动？我在洗澡呢。掘地3尺，把水镜翻个个，也要将那只鸟捉到。有了，吉祥6宝。